由于我们没有空中的力量啊，就是在51年的4月啊，那一次轰炸就把我们的整个铁路的集结点的一个仓库给炸掉了。那一次轰炸84节车厢，287万吨粮食，33万吨豆油，40万套军装，19万双胶鞋，全部凝固汽油弹全部给烧了。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长津湖电影上映以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大家看了之后呢，都觉得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战斗力和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给大家巨大的鼓舞。同时呢，也有一些就是问题提出来，就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长津湖的时候，志愿军要吃冻土豆？要在冰天雪地里边，那么就是爬冰卧雪的非战斗减员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因为当时本来是苏联答应他们出空中力量的，结果呢，等中国人民志愿军要过江的时候呢，斯大林突然来电报说。不行了，我们没有准备好。这个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停下来了，说这个没有空中的支援，我们是要吃大亏的呀。然后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到这个苏联去跟苏联人商量，是不是尽快的派出空中力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答复，就说空军没有准备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下了决心党中央毛主席下了决心过江。实际上这个时候，朝鲜的特使朴一宇已经是跑到了中国这边求救来了。他说，因为美军仁川登陆以后，现在金日成的手下回来的靠平壤这边只有3个师2个团的兵力了。美国人登陆之后，现在是打得很紧，很快平壤就守不住了。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中国出兵帮助朝鲜，不然的话他们很困难了。就在那天晚上，彭德怀就跟着朴一宇的车就过江了。彭老总他是志愿军的司令员过江了，带了一个秘书杨秘书，带了4个警卫员，还有一个通信处长，是一台电台，然后他在前面，后边一大卡车，就这么过江了，然后去跟金日成首相联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况。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3个军，38军、39军、40军3个军，还有3个炮兵师过江。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了就是第一场战役。第二战役的时候调的是9兵团，9兵团当时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在上海江浙一带。他们穿的是什么？就解放鞋。当时那个过江那个志愿军过江，我们穿的是立式鞋，就是咱们那个胶鞋，都是单军装。然后就匆匆过江了。过江之后到了朝鲜，11月份了，天寒地冻你想想，在上海他穿着单衣当然可以了，到了东北就够呛了，又赶上他们是几十年来的寒冬。那你想想，零下20-30度，穿个单衣谁受得了本来这就是很冷了吧？我们的这个运输线刚刚就是这个志愿军过江20多天，600多辆运输车全部被炸毁。因为苏联空军他没来他不出兵所以就是让美国空军就在这炸。所以铁路瘫痪了，汽车瘫痪了，那你东西怎么可能运到前线呢？那么多的官兵他肯定就没吃没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冻伤。再有一点呢，由于我们没有空中的力量就是在51年的4月那一次轰炸就把我们的整个铁路的集结点的一个仓库给炸掉了。那一次轰炸84节车厢，287万吨粮食，33万吨豆油，40万套军装，19万双胶鞋，全部凝固汽油弹全部给烧了。你说说这么一炸，你没有空中的支援，后勤整个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讲他打得这么惨，主要还是后勤跟不上，没办法，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所以志愿军打赢了这场战争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军骑兵一师的在仁川登陆以后打过来的，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大的败仗，所以你看他那个美军的师长要给冻僵了的或者成冰雕那样的志愿军战士要行礼，他对他的对手表示一种尊敬或者是他的佩服啊。通过《长津湖》这部电影来看到我们志愿军的这种精神，我们志愿军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斗志，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后勤在战争中是多么的重要。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